陨石拥有改变我们星球的力量，一次撞击就能在地球上消灭大面积的生命，但并非所有的陨石都那么极具破坏力。我们每天都会被超过100吨沙粒大小的微小颗粒击中，而它们基本上是无法被察觉的。大约每年会有一次，一辆汽车大小的陨石猛烈地冲入我们的大气层，但随之产生的壮观火流星，在撞击地面之前很久就燃烧殆尽了。只有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才有被1-2公里宽、足以造成严重破坏的陨石击中的危险。但自从恐龙灭绝以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天灾，算我们走运。不过大小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事实上，破坏力最大的撞击，甚至可能不是来自最庞大的物体。如果一个特别有趣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一些极其罕见的陨石，可能是由比岩石更奇异的物质组成的。从外表上看，这些罕见的陨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真空的太空中，它们看起来和任何其他的太空岩石完全一样。但是，普通陨石可能会在天空中留下一道火红的轨迹，而这些异类陨石所产生的撞击威力将超过最大当量的核弹，而且这还只是小尺寸的情况。要理解为什么反物质陨石这么恐怖，得先搞清楚反物质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反物质想象成物质的镜像双胞胎，它不是什么平行宇宙里的稀罕物，它的质量跟普通物质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电荷完全反过来了。电子带负电，反电子就带正电，所以反电子也叫正电子。质子带正电，反质子就带负电，就好像你照镜子，镜子里的人跟你长得一样，但左右反了。中子不带电，但它的内部结构、夸克的排列方式也是反的。总之，每种粒子都有对应的反粒子，一一对应，一个不差。但这对双胞胎有一个要命的特点，当物质和反物质碰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不会互相打个招呼就各走各的路，它们会湮灭。什么叫湮灭？就是两者的质量100%转化为能量，一点渣都不剩。不是核裂变那种0.1%的转化率，不是核聚变那种0.7%的转化率，是100%。你可以把核裂变想象成一个贪心的老板，从1000块钱里只拿走1块钱，核聚变稍微好点拿走7块钱，但湮灭呢？整1000块全拿走，1分不剩。爱因斯坦那个质能方程，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在这里得到了最极端的体现。一克反物质和一克普通物质湮灭，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当于43000吨炸药，差不多是广岛原子弹的3倍。注意，只是1克，一个回形针的重量。要是你有一茶匙反物质大约5克，湮灭出来的能量够一个中型城市用1整天。我每次想到这个都忍不住感叹，人类搞核电站搞了几十年，转化率不到1%，人家反物质一碰就100%，效率高到离谱。说到这里，你可能跟我一样有个疑问，宇宙大爆炸的时候，理论上应该产生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等量意味着全部湮灭，什么都不剩。那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坐在这里听我讲故事，而不是一团虚无？这个问题在物理学里有个名字，叫重子不对称性。简单说，
在大爆炸之后的某个瞬间，物质以一种极其微弱的优势赢了反物质，赢了多少？大约10亿分之一。也就是说，每10亿个反物质粒子对应10亿01个物质粒子，10亿对10亿同归于尽之后，剩下那一个孤零零的物质粒子，就成了后来所有的星星、星球、你和我。说实话，每次想到这个数字，我都有点后背发凉。10亿分之一的优势，差一点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想想，10亿分之一是什么概念？你扔10亿次硬币，其中有一次多出了正面，就这一次决定了整个宇宙的命运。这运气比买彩票中头奖还离谱。当然，另一派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可能是某种未知的物理机制在起作用，比如弱相互作用中微小的电荷语称不守恒。日本物理学家小林诚和义川敏英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言了这种不守恒的存在。后来实验证实了，两人拿了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守恒的幅度太小了，算出来的不对称性比实际需要的少了好几个数量级，远远不够解释那10亿分之一的差距。所以一定还有别的东西，某种我们还没发现的物理规律，在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帮了物质一把。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就是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宇宙在这里。既然反物质存在，宇宙里有没有整颗由反物质构成的恒星，甚至整个反物质星系？这个想法听起来像科幻，但科学家确实认真找过。逻辑很简单，如果远处有一颗反物质恒星，它和周围普通物质的星际气体接触时，交界处应该会持续湮灭，释放出能量为510千电子伏特的特征伽马射线。这个能量值是正负电子湮灭的签名，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天文学家用好几代卫星望远镜扫了一遍银河系，甚至往银河系外也看了，确实发现了一些释放异常伽马射线的候选天体。但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些信号都可以用普通天体物理过程来解释，比如脉冲星、黑洞吸积盘，或者宇宙射线撞击星际气体，不需要引入反物质恒星这个假设。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银河系里存在反物质恒星。但话说回来，没找到不等于没有。宇宙太大了，也许那些反物质天体离我们太远，信号太弱，只是我们还看不见而已。我个人倾向认为，即使反物质恒星存在，也是极其稀有的。毕竟10亿分之一的不对称性摆在那里，反物质在宇宙中的库存本来就少得可怜。找不到反物质恒星，不代表碰不到反物质碎片。这就回到了开头的那个问题，假设有一颗反物质陨石，不知从哪个角落飞来，冲着地球就来了，会发生什么？先得说清楚，这纯粹是思想实验，但思想实验有时候比真实事件更让人后背发凉。一颗反物质陨石进入地球大气层的那一刻，它接触的不是岩石，而是空气。大气层里全是普通物质的气体分子，氮气、氧气、二氧化碳。反物质陨石一旦碰到这些分子，立刻湮灭。这意味着陨石边飞边炸，一边消耗自己，一边释放能量。它的表面会被持续湮灭掉一层又一层，同时释放出恐怖的伽马射线
和高能粒子。你可以想象，一颗冰球扔进热油锅里，只不过这颗冰球炸出来的不是水蒸气，而是纯能量。而且这个油锅不是只有锅底那一层热，是整口锅从头到尾都是滚烫的。冰球从进入锅面的那一秒就开始被吃掉，一路炸到底。大气层对普通陨石来说是减速带，靠摩擦力把它烧小，但对反物质陨石来说，大气层是一个湮灭场，它不是被烧掉的，是被吃掉的，一口一口精确地按质量转化为能量。这就引出一个让人脊背发冷的计算：假设这颗反物质陨石最初大约27立方米，差不多一辆中型搬家货车的体积。它在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不断湮灭，等落到地面时只剩下大约600公斤，大约一架三角钢琴的大小。听起来不多，对吧？但别被体积骗了。这600公斤反物质和600公斤普通空气湮灭释放的能量是多少？大约15000亿吨炸药当量。沙皇炸弹，人类引爆过的最强核武器，5000万吨当量。也就是说，这颗三角钢琴大小的反物质陨石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000颗沙皇炸弹同时引爆。3000颗，我再说一遍，3000颗沙皇炸弹。你知道沙皇炸弹有多恐怖吗？1961年苏联试爆的那一枚火球半径4.6公里，蘑菇云高达64公里，差不多7个珠穆朗玛峰摞起来那么高，1000公里以外的人都能看到那朵蘑菇云。欧洲大陆被那一下震动了将近1厘米，一枚就这样，3000枚同时爆，你把整个德克萨斯州铺满核弹都不够用。这还是穿越大气层后剩下的残骸。如果不是大气层帮忙消耗掉了大部分最初27立方米的反物质，如果在地面上完整湮灭，那个数字我就不算了，算了你也记不住，因为大到没有意义。反正把整个地球表面离一遍是榜榜有余的。不过别慌，现实里你完全不用担心反物质陨石。为什么？因为宇宙空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星际空间里弥漫着极其稀薄的星际介质，大约每立方厘米一个氢原子，密度低到什么程度呢？比地球上能制造的最高真空还空几千倍。但关键在于宇宙太大了，一颗反物质陨石从远处飞向地球，哪怕星际介质再稀薄，路途太远，它就像在一条看不见的砂纸带上滚，每前进1公里就有一点点反物质被湮灭掉。你可以算一笔账，如果一颗反物质陨石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穿过星际空间，即使每立方厘米只有1个氢原子，1光年的距离下来，它累积碰到的氢原子总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等它飞了几光年的距离，早就被磨没了。说真的，这就像你往一个砂纸做的隧道里扔一颗冰球，冰球还没到，隧道另一头就化完了。所以反物质陨石不是不会来，而是在路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宇宙用它的空旷和广袤替我们挡掉了这种末日。反物质陨石的事先放一边，物理学家们对反物质的执念远不止于末日计算，他们想搞清楚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反物质受引力影响的时候，会不会跟普通物质不一样？具体来说，反物质会不会在引力作用下往上掉？这个问题乍一听很荒谬，引力嘛，
苹果往下掉，牛顿早就说了，但反物质太特殊了，它电荷反了，内部结构反了，那引力会不会也反了？如果反物质被引力排斥而不是吸引，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需要修改，意味着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有一个大洞。甚至有人提出，暗能量，那个让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也许就跟反物质的反引力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胆猜测，但物理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大胆猜测有时候就是突破口。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分量，得回顾一下反物质的发现史。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推导电子的量子力学方程时，发现方程的解里多出一个多余的解。这个解对应一种质量和电子相同但电荷为正的粒子。狄拉克当时自己都不太敢信，只说这可能是一种还不知道的粒子。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也许这种粒子就是质子，但质子的质量比电子大1800多倍，对不上。4年后，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在研究宇宙射线的时候，用一个装满水蒸气的云室，第一次捕捉到了这种粒子的踪迹，一条在磁场中向错误方向弯曲的轨迹，和电子弯曲的方向完全相反。正电子就这样从数学预言变成了实验现实。安德森也因此拿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从那以后，反质子在20世纪50年代被制造出来，反中子随后也被发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甚至制造出了反氢原子。反物质不再是纸上的数学游戏，它是真实的物理存在。但知道反物质存在是一回事，搞清楚它怎么受引力影响是另一回事。弱相互作用中，物质和反物质之间确实存在微小的差异，这在物理学里叫电荷宇称不守恒。日本物理学家小林诚和义川敏英因为这个发现拿了诺贝尔奖，但问题是，这种不守恒的幅度远远不够解释宇宙为什么被普通物质主导。4大基本作用力里，引力是最弱的，弱到在粒子物理实验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因为它最弱，也最有可能藏着我们不知道的东西。2023年9月27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阿尔法实验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了一篇论文，一锤定音。他们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做过的事，直接观测反物质在引力作用下的运动。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扔个东西，看它往下掉吗？难就难在，反物质一旦碰到普通物质就湮灭了。你不能把反氢原子放在一个玻璃管子里，因为管子壁是普通物质，一碰就没了。你也不能用手去拿，你的手也是普通物质。这件事的难度在于，你得先制造出反物质，然后把它冷却到接近绝对0度，再用磁场把它困住，最后关掉磁场，看它怎么掉。整个过程中，反物质连碰一下容器壁的机会都不能有。反氢原子，一个反质子加一个正电子，是制造反物质原子的首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反质子减速器先把反质子减速到可以控制的能量，然后和正电子混合，让它们结合成反氢原子。但这些反氢原子的温度还不够低，热运动太剧烈，引力的效果会被完全淹没。
所以实验团队用了一套极其复杂的磁场陷阱，把反氢原子悬浮在真空容器里，温度压到大约半开尔文，只比绝对零度高半度。然后是关键时刻，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解除磁场的上下约束，这就像打开一个笼子的上下两扇门，看里面的鸟往哪边飞。如果反物质跟普通物质一样受引力，反氢原子应该从容器底部掉出去；如果反物质被引力排斥，它们应该从顶部飞出去。结果呢？大约75%的反氢原子从底部掉出，25%从顶部逃出。这个比例看起来不是100%从底部掉，但那是因为反氢原子的热运动还有残余，温度不可能压到完美的0。半开尔文的热运动仍然比引力效应大几十倍。如果把热运动的贡献扣除，结论非常明确，反物质在引力作用下往下掉，跟普通物质一模一样。实验测到的引力加速度约为每秒平方 9.8 米，和普通物质在地球表面受到的引力加速度吻合。爱因斯坦又对了，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说，所有质量不管什么成分，对引力的反应都相同，反物质也不例外。反引力的假说到此被实验否定。我查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说实话松了口气。要是反物质真的往上掉，物理学课本得重写一半，暗能量的解释也得从头来过。有意思的是，虽然反物质在引力上不反常，但在地球周围确实有一场持续不断的反物质阵雨在落下来。只不过这场阵雨不是末日级别的，它的来源也不是什么反物质恒星，而是一颗离我们800光年的脉冲星。故事要从国际空间站说起。空间站上搭载了一台叫阿尔法磁谱仪的设备，专门用来探测宇宙射线中的各种粒子。2013年，阿尔法磁谱仪传回了一批数据，让物理学家们集体兴奋了一阵。他们发现，到达地球附近的高能正电子，也就是反电子，数量远超预期。多出来的正电子是从哪儿来的？最先蹦出来的想法是暗物质。暗物质粒子如果在太空里互相碰撞湮灭，应该会产生大量正电子。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不仅是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还是暗物质粒子质量的线索。一时间论文铺天盖地，各种暗物质模型被提出来解释这批数据。但后来的大数据分析推翻了这个美好的设想。暗物质湮灭产生的正电子能谱应该有某种特定的截断特征，而实际测到的能谱没有。暗物质假说解释不了全部数据，甚至解释不了大部分，希望变成了失望。那这些多出来的正电子到底从哪来？答案在2017年浮出水面。那一年，位于墨西哥的高海拔水切伦科夫伽马射线天文台发布了一批观测结果，指向一颗名叫革命家的脉冲星。革命家，这名字听着像是某种咒语，其实是意大利米兰方言里双子座伽马射线源的缩写，顺便还双关了它不在那里的意思。之所以叫不在那里，是因为天文学家一开始在可见光和射电波段怎么找都找不到它。这颗脉冲星是一颗电波静默的怪物。普通脉冲星像一座宇宙灯塔，自转的时候射电波束周期性地扫过地球，
被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但革命家的射电波束完美地避开了地球，它的自转轴和磁极的朝向恰好形成了一个刁钻的角度，射电波束从地球旁边擦了过去，就像灯塔的光恰好照不到你站的位置，但它的伽马射线却异常耀眼。革命家是全天最亮的伽马射线脉冲星之一，1972年就被美国的小天文卫星2号发现了，只是当时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革命家距离地球大约800光年，位于双子座方向。800光年是什么概念？光从那里出发，要走800年才能到地球。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革命家的信号是大约公元1200年前后发出的。那时候成吉思汗刚打完西征，它是一颗中子星的遗骸，大约每秒自转4到5次。但这颗星最让人惊讶的不是它的亮度，而是它的速度。它以每秒大约210公里的速度在银河系中飙车。你可以想象，一颗直径只有20公里，差不多北京2环路一圈的长度，质量却比太阳还大的中子星，以每秒200多公里的速度从你旁边飞过，这速度有多快？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不到6秒。革命家周围的磁场极其强大，比地球磁场强上10000亿倍。它像一个天然的超级粒子加速器，把电子和正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抛射到星际空间中去。2017年的观测确认，革命家周围存在一个范围极其巨大的伽马射线晕，覆盖了天空中将近40个满月那么大的面积。你用眼睛看不到它，因为它发的是伽马射线，不是可见光。但如果你的眼睛能看见伽马射线，夜空中革命家周围会有一团巨大的光斑，比月亮还大好几圈。这个晕是怎么来的？高能电子和正电子被革命家甩出去之后，在星际空间中撞击低能光子，把这些光子撞到伽马射线的能量级别，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伽马射线晕。换句话说，革命家周围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巨型粒子工厂，源源不断地制造高能正电子，也就是反物质粒子，然后抛洒到四面八方。地球正好在它的射程之内。那些阿尔法磁谱仪探测到的多余正电子，很大一部分就是革命家送给我们的反物质礼物。后来科学家又发现，除了革命家，还有几颗脉冲星也在干同样的事，但革命家是距离最近、贡献最大的那一个。说真的，每次想到有一颗800光年外的中子星在给我们下反物质雨，我都觉得宇宙的幽默感比人类强太多了。你在地球上费了9牛2虎之力，用几十亿美元的对撞机才制造出几个反氢原子。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从1995年开始制造反氢原子，到2023年做引力实验的时候，攒了大约100个反氢原子，100个。人家革命加一颗脉冲星，随手动一动磁场，就把反物质粒子撒满了半个银河系。这效率差距就好比你用筷子一颗一颗夹米粒。隔壁老王开了一辆萨飞车。反物质这块说到底就3件事：第一，反物质陨石不会来，宇宙的空旷替我们做了缓冲；第二，反物质在引力面前不搞特殊，它跟普通物质一样往下掉，爱因斯坦又赢了；第三，地球周围那些多出来的反物质粒子不是暗物质的信号，
而是一颗800光年外飙车的脉冲星，在向我们抛洒粒子雨。但反物质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宇宙大爆炸时，物质为什么以10亿分之一的优势赢了反物质？这个10亿分之一的不对称性到底是什么物理机制造成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大堆假说，有的说是大统一理论里某种极重的玻色子衰变时产生了不对称，有的说是一种叫氢子生成论的机制，先产生反中微子的不对称，再转化成物质的不对称。但这些都是理论模型，没有实验证据。也许有某种我们还没发现的物理规律在起作用。反物质从狄拉克方程里的一个多余解，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宇宙最深的秘密之一。它曾被视为末日武器，被计算成能蒸发整个德州的存在，但现实中它连一颗陨石都飞不到地球。它曾可能颠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但实验告诉我们，它乖乖地往下掉。它看起来稀少到几乎不存在，但一颗800光年外的脉冲星却告诉我们，宇宙中的反物质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只是我们之前没找对地方。解开它的所有谜团，或许就是我们最终理解宇宙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一片虚无的钥匙。